基本上那场戏就是拍不下去了，当天就是大家都哭了。因为我们又是拍摄者，我们又是旁观者，我们在经历这样的一个人，他在一个咖啡馆找工作的时候，他需要去表演才艺的时候，我们在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完全是默默的流泪，就是沉默。这个就是震撼到我们，以至于摄影师拍不下去了，直接就只能先平复一下，才能接着拍。所以那场戏，其实我们当时纪录片好像也没。就光顾拍摄，反正我们没有记录到这个场面，但是就是那场戏就是拍不下去了，然后也很快，对，很快，就是2条就过了，但是就中间需要平复一下，就是拍完之后，外婆也在流泪，这个演这个店长的，就是基本上接不住了，因为他已经在哭了，就是这个过程就深深的被震撼到，就是所有人，就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们好几次有这种震撼，包括他讲课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不由自主的，因为我们没有要煽情，但是你不由自主想流泪，就是因为你在看到这样的人被千玺演绎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身临其境看到他们的困境，他们作为个体，他们的尊严，我们如何去正视他们的这个，就是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创作这个过程当中是以往的电影没有办法给予的。那千玺自己在拍的时候会有，比如说某场戏你自己就觉得说哇太崩溃了，演不下去了。我反正咖啡馆那场戏算是比较难的，对，咖啡馆，然后食堂，然后收到录取通知书，反正就这3个大节点吧，都是需要更花精力去准备的戏。咖啡馆的时候。是谁说要让过程再长一点啊？对，过程再长一点。那场戏拍的也是1-2条，因为是360度，也就是2条就过了，就是一个摄影师就是没办法拍多条。对，那场戏也是一个特别重要和爆发的一场戏。对，千玺我也是今天在荧幕上看到，我看那场戏还被把它分开了。分开用了，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在那么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在那么一场戏太满，会让人感觉会很扎心，会太那个，我觉得做了一个分段的用，还包括中间的有一些，其实中间也有很多很多的跟妈妈的，跟千玺的，对，然后。有一个重新的组合组接，我们好像就拍了1条吧，对，两条。我们一般这种重场、这种重情感戏，我们都不走戏，也不那个，就是大家准备好都是现场撞击出来的，包括台词啊什么也都是现场大家跟着感受。对，说到那场戏的台词也是，就说。这是你的命，也是我的命。然后那个真的就是即兴，是的。后来我忽然想，我今天一看他那个嘴那么紫，我想我当时都忘了，我就往死了抠，都忘了是在演戏了。我后来想说，第2天说他投了什么？没事儿。我说是不是我给抠坏了？没有，对。就当时真是就忘了，后来我想，我当时就完全真是不是他那孩子嘴都给抠坏了。很好，非常好。我完全进去。对，我那天演那场戏，我反正做了1整天的准备。你看他嘴都是紫的，半天吧，都没有血色的那种。对，反正就猛地冲了一下，然后就收回去。就现场噎到那种，就是噎的。所以糖那个真的就是1条。好像是2条，因为第1条我其实想在桌子上趴着看那个猫那些，但是那条怎么就是睁不开眼，然后反正后来就结束了看了，然后第2次的时候我才摔到地上。对，吃了2次。对。一般脑瘫家庭有一个人是负责主力挣钱的，但是这个主力挣钱的前提也是他不想去面对孩子成长的每一天。因为面对脑瘫家庭，他的进步，就是你生活中如果有同龄人，你会发现别人已经开始跑了，他还在学爬，不是每一个
不是每一个父母都有那么大的心脏去面对这一点的，所以这个家庭就是靠2个女性撑起了这个它的春和的所有的角落。